第一课，掌握数学技能。我擅长加减法，但不擅长除法。这是个常见的难题，除法运算可能相当棘手。我经常在遇到大数字时感到困惑。你有没有试过把问题分解成更小的部分？我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例如，你可以先化简数字，再进行除法运算。这很有道理，简化可以使除法运算不那么令人畏惧。没错，你也可以用乘法来检验你的答案。这是个好主意，能给人带来安心感。此外，练习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也很有帮助。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比如分享披萨或者分糖果。没错，这些情景让分裂问题变得更加贴近生活，也更有趣。我超爱披萨，或许从事与食品相关的工作能加深我对食物的理解。听起来真好吃，让数学变得实用真的很有帮助。我一定会尝试这种方法。其他数学领域呢？几何学真迷人，它研究形状及其属性。我喜欢通过视觉来理解形状，这部分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是的，绘制图表可以帮助阐明许多概念。我同意，艺术和数学可以相辅相成。当然可以，让我们探索更多让数学变得有趣的方法。我期待着与大家一起探索新技术。第二课，健康意识导航。如今人们处理私生活的方式令人担忧。的确如此，他们面临着各种新型病毒的威胁。没错，疾病的威胁一直在不断演变。此外，还有艾滋病及其影响日益加剧的阴影。这是一个值得严重关切的问题，提高公众意识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是的，教育可以帮助预防这些传染病的传播。你认为社会对这些问题作何反应？人们的意识有所提高，但仍需加强教育。没错，很多人仍然对这些疾病存在误解。消除误解，提供准确信息至关重要。你认为媒体在这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提高公众意识，也可能传播错误信息。说得对，负责任的报道至关重要。同样，朋友之间坦诚的交流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是的，以不带偏见的态度讨论这些话题非常重要。你最近参加过任何健康讲座吗？我参加了一个以性健康和安全措施为主题的研讨会。听起来很有益处，主要收获是什么？他们强调了定期检测和沟通的重要性。这些都是维持健康的关键要素。
人们必须记住，知识就是力量。没错，我们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能做出越好的决定。让我们共同促进关于健康教育的公开对话。第3课，规划成功。我相信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很棒的发布策略。我完全同意，这看起来考虑得很周全。发布时间表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第3季度推出产品。听起来可行。我们是否已经列出了所有必要的步骤？是的，我们需要最终确定市场营销计划和生产时间表。测试方面呢？我们是否已将其纳入日程安排？当然，测试对于确保一切顺利运行至关重要。您建议我们何时开始测试阶段？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发布日期前6周启动这项工作。这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没错，随着发布日期的临近，灵活性至关重要。我们将如何衡量产品上市策略的有效性？我们可以追踪产品发布后的社交媒体互动和销售指标。这些都是很好的指标，我们也应该考虑客户的反馈。是的，倾听客户的意见有助于我们改进未来的产品。我已经能想象到发布会现场的盛况了。我也是，看到努力得到回报总是令人欣慰的。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保持清晰的沟通。当然，团队协作对于成功至关重要。祝愿项目启动顺利，前程似锦。第4课，探索经济型旅行。我找到了一家很棒的酒店，适合我们度假。当然，这算经济实惠的选择吗？是的，它的价格非常实惠，这对我们来说太好了。太好了，希望景色优美。网站介绍称，许多房间都能俯瞰城市美景。听起来真棒，美景真的能让一切都变得不一样。我同意。想象一下，醒来就能看到美丽的日出。那太好了，这能为一天定下积极的基调。此外，我们还可以一边欣赏风景，一边享用早餐。听起来太棒了，一边欣赏美景，一边享用早餐，简直完美。酒店还提供哪些其他设施？我相信那里有个屋顶露台和一个小游泳池。太好了，这样我们游览完之后就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当然，他们提供任何免费活动吗？是的，他们提供当地的导览游。太棒了，我们可以在不增加额外费用的情况下发现更多内容。我喜欢，探索当地景点是必不可少的。你有没有也了解一下附近的餐馆？是的，步行范围内有好几家餐厅。
太棒了！找到附近好的餐厅很重要。这次旅行看来会非常愉快。没错，价格实惠，配套设施齐全，简直完美。祝您拥有一次充满冒险的难忘之旅。第5课，来自过去的宝藏。看看这些衣服，这里有很多有趣的款式。我知道，这些衣服里有些是我祖母的。真的吗？太好了！你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当然，我以前经常看她盛装打扮去参加特殊场合。真好，一定勾起了你很多回忆。确实如此，每一件作品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你有没有考虑过保留这些东西？我可能会留几件来纪念她。听起来是个很棒的想法。你觉得哪些最突出？这条复古连衣裙太吸引我了，它美极了。确实如此，这些图案非常独特迷人。是的，它具有永恒的魅力。你觉得你会戴它，还是只是用来展示？我非常想在特殊场合穿它。这是纪念它的最好方式。谢谢。我穿戴它的东西时，感觉和它之间有一种联系。我完全理解，时尚可以承载很多情感。没错，它远不只是衣服那么简单。让我们再探索一些其他的物件，谁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没错，或许有隐藏的宝藏等着我们去发现。让我们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拥抱它的故事。第6课，通过电视学习。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花太多时间看电视了。没错，但如果你选择合适的电视节目，就能从电视中学到很多东西。我同意，教育纪录片确实能提供非常丰富的信息。没错，它们涵盖了我们可能不会去探索的话题。你最近看过什么好看的纪录片吗？是的，我看过一部关于海洋奥秘的纪录片。听起来真棒，海洋充满了奇迹。确实如此，你知道吗？我们探索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真是令人震惊，这让你意识到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此外，自然纪录片在视觉上也令人叹为观止。我喜欢这些照片，它们通常展现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和物种。是的，它们能激发人们对环境的欣赏。你认为电视对学习是阻碍还是促进？这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选择性观看可能是有益的。有道理，关键在于平衡，对吧？没错，娱乐过度会导致时间浪费。
但如果内容合适，它也能给人以启发。没错，通过视觉方式学习可以增强我们的理解能力。让我们一起在屏幕上发现教育宝藏吧。干杯！让我们不虚此行，好好享受观影时光。我们一起努力，可以将屏幕时间转化为学习时间。第7课：商业伙伴关系。在规划这项事业时，我们需要确保成本和利润的公平分配。我完全同意，公平是成功合作的关键。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如何平衡各项开支？是的，我们应该在分配之前列出所有预计成本。这是个好策略，透明公开有助于我们避免误解。没错，清晰的沟通是任何商业关系的关键。那么利润分成呢？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建议将利润与我们个人的贡献挂钩。听起来很有道理，这样就能让付出与回报相匹配。这也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为公司的成功而工作。没错，如果我们双方都感到被重视，我们就更有可能保持忠诚。你们考虑过如何衡量成功吗？我认为我们应该设定具体的目标和衡量标准。真是个好主意，这会给我们一个奋斗的目标。此外，如果我们未能达到目标，我们可以调整策略。灵活性很重要，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必须保持适应能力。是的，挑战肯定会出现，但我们可以一起克服它们。只要沟通顺畅，我们就能及时解决问题。祝愿我们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成功合作关系。第8课：摄影的艺术。我觉得有些人喜欢拍摄周围的人和风景，这很有意思。当然，摄影可以捕捉到足以铭记一生的瞬间。你最喜欢摄影的哪一点？我喜欢将特殊的瞬间定格，让它永生难忘。多么美好的情怀！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科目？我特别喜欢拍摄自然风光和风景。大自然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颜色和纹理。是的，每个季节都有值得捕捉的新美景。你尝试过街头摄影吗？我有，捕捉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的精髓，真是令人兴奋。我能想象，那些自然流露的瞬间确实有其独特之处。没错，你永远无法预料一张简单的照片会讲述怎样的故事。你更喜欢用相机还是智能手机拍照？我更喜欢用相机，因为画质更好，但我的智能手机很方便。这真是个不错的平衡。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手机。是的，而且我还可以快速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社交媒体改变了我们欣赏摄影的方式，不是吗？
当然，它能让更多人通过图像体验世界。你最喜欢自己拍的哪张照片？那一定是海面上的日落，那色彩美得令人窒息。听起来太神奇了，我真想亲眼看看。我一定会分享给你的。让我们一起捕捉精彩瞬间，并记录他们背后的故事。第9课，酒店入住流程。我觉得这家酒店看起来很棒。确实如此，这里的氛围非常温馨。我希望办理入住手续的过程能很快。是的，尤其是在长途旅行之后，快速结账总是很方便的。没错，我很欣赏前台的高效。我能收到住宿收据吗？这是个好问题，这对于记录开支很重要。我总是喜欢记录我的旅行预算。我也是，这样可以避免日后出现任何意外。此外，有些地方报销时需要用到它。说的太好了，您更喜欢电子收据还是纸质收据？我更喜欢电子版，因为它更容易存储和日后访问。我同意，减少纸张用量对环境总是更有利。说到这里，我希望这家酒店能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这正是我现在选择住宿时会考虑的因素。我也是，这让我们的住宿体验更加完美。啊，我想快轮到我们值班了。太好了，我们来安排一下房间细节。我迫不及待的想安顿下来，好好放松一下。是的，祝您入住愉快，服务周到。干杯！让我们好好珍惜在这里的时光。第10课，商业伦理。我最近读到一篇关于企业道德的文章，内容令人震惊。真的吗？上面写了什么？例如，一家公司的经理可能会偷偷的将公司的一些资金转移到自己的银行账户中。这真是令人担忧。这种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可能会导致法律问题，并损害公司的声誉。没错，信任在任何商业关系中都至关重要。信任一旦破裂，就很难重建。许多公司都经历过类似的丑闻吗？是的，曾发生过一些震惊公众的重大案件。这些事情在紧闭的门后是如何发生的？真是令人着迷。当然，透明度应该是所有组织的首要任务。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预防这种情况？实施严格的财务控制和审计是有效的。这很有道理。定期检查可以有效遏制不道德行为。此外，在公司内部倡导强大的道德文化也至关重要。是的，
应该鼓励员工举报任何可疑活动。没错，举报人可以帮助公司免受不当行为的侵害。为这类报道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至关重要。仅以此提高人们对商业道德的认识。好样的，希望未来能更加透明，更加诚信。我们携手可以倡导更好的商业行为。第11课，大自然的游乐场。瞧瞧这些鸟儿，它们在树间优雅的飞翔。它们真是美丽的生物，我喜欢观察它们。我也是，它们在空中翱翔的样子简直太神奇了。确实如此。说到魔法，我们去池塘边走走吧。是的，我喜欢水边的宁静。我们还可以往水里扔石头，那总是很有趣。没错，看着他们跳绳真让人觉得很爽。那我们去找些表面光滑的石头吧。好主意，它们是制作打水漂的最佳材料。看看这个，它又平又亮。那真是个绝佳的选择，我觉得它会跳得很好。让我们看看谁能把石头打得最远。挑战接受，准备好被我的技能惊艳吧。我们拭目以待，别现在就过于自信。自信是关键，仔细观察学习。我正在密切关注，让我们看看这些技能的实际运用。开始了，然后哗啦啦。还不错，但我敢肯定我能做得更好。哦，这题真不错，你绝对很有天赋。谢谢，关键在于手腕的正确摆动。我会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记住，这只是娱乐而已。愿以后还能在池塘边度过更多充满欢声笑语的午后时光。第12课，城市导航。我想知道酒店里是否有地铁线路图。是的，我相信他们会为客人提供。那太好了，在陌生的城市里出行可能会很棘手。当然，它大大简化了出行。你觉得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地图？我相信你可以在前台找到。太好了，我们一办完入住手续我就去拿一个。好主意，公共交通通常是最快捷的出行方式。是的，此外，它还能让人更深入的了解这座城市及其文化。我喜欢在乘坐地铁时观察日常生活。我也是，它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脉搏。
你知道吗？每个地铁站通常都有独特的艺术作品。我没有，听起来很有意思。是的，我看到有报道说，有些车站会展示当地艺术家的作品。我迫不及待的想去探索地铁，看看那些东西。我们也不能忘记查看地铁时刻表和路线。说得对，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规划行程。有了地图之后，我们就可以标出我们想要到达的目的地了。没错，这将使我们的探索工作更有条理，更高效。祝您像当地人一样畅游这座城市。干杯！让我们尽情享受旅行体验吧。第13课，无障碍创新。我对这些新的辅助功能工具印象深刻。真聪明，它们能极大的提升日常生活体验。是的，这肯定能让 Access 中的内容更容易查看。当然，想想这项技术能给很多人带来多大的好处吧。您最欣赏哪些功能？我太喜欢这个语音识别软件了，它真的非常直观。它让用户能够轻松的进行互动，不是吗？没错，无障碍设施绝不应该成为难题。你试过智能眼镜吗？还没呢，我很想看看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它们能读懂文字，还能识别物体，非常有用。这听起来简直是革命性的，它将极大的增强用户的能力。是的，这为独立自主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我很欣赏科技能够以如此有意义的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你和这些工具的开发者交流过吗？我还没有，但我很想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创作灵感。创新背后的故事往往非常鼓舞人心。他们经常面临挑战，而这些挑战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亲眼目睹他们如何克服困难，真是令人着迷。希望无障碍环境和包容性方面能取得更多进展。当然，让我们继续探索这些令人惊叹的创新吧。第14课，独特的旅行体验。我一直在考虑来一次特别的旅行。你绝对应该考虑去体验一下。您心中设想的是怎样一次独特的旅行？不如坐火车穿越乡村。听起来很有意思。你觉得火车旅行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它能让你近距离欣赏风景，并在旅行中放松身心。此外，乘坐火车旅行也有其独特的魅力。没错，既让人感到怀旧，又让人充满冒险精神。您心中是否有具体的火车路线？我一直都想乘坐加拿大的落基山登山者号列车。听起来太棒了，景色一定美得令人窒息。没错，你可以看到山脉、湖泊和森林。
还有哪些独特的旅行方式？不如去坐邮轮，那会给你带来不同的视角。乘船游览河轮听起来很棒，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探索美景。是的，您可以沿途停靠在一些迷人的小镇。那么，在游轮上可以进行哪些活动呢？通常会包含导览游和当地体验活动。那太棒了！我喜欢沉浸在当地文化中。旅行途中没有什么比美食更棒的了。没错，美食体验往往是旅行中的一大亮点。让我们一起策划独一无二的冒险之旅，创造永生难忘的回忆。干杯！让我们一起打造一段难忘的旅行体验。第15课，营养很重要。我认为均衡的膳食，包括水果、蔬菜和蛋白质，是关键。当然，它能提供我们身体所需的营养。你最喜欢用哪种方式将蔬菜融入到膳食中？我喜欢用各种蔬菜做色彩缤纷的沙拉。听起来真好吃。我喜欢加点坚果，增加口感。好主意，它们还能提供健康的脂肪。你试过在沙拉里加入水果吗？没错，这增添了一抹清新的风味。苹果和浆果搭配起来真是绝妙。我喜欢水果带来的甜味，它完美的平衡了其他味道。说到营养均衡，你最常使用的蛋白质来源是什么？我通常会选择烤鸡或烤鱼，它们真是百搭之选。这些都是很棒的选择。我通常会选择豆类来补充蛋白质。豆类和扁豆既营养又饱腹。没错，它们还含有膳食纤维，这对消化很重要。看来我们都很重视健康饮食。是的，它对我们的精力水平影响非常大。我发现，当我吃得好的时候，我一整天的效率都会更高。当然，滋养身体也能滋养心灵。祝愿大家以后能有更多均衡的膳食和健康的选择。第16课，经济困境。看到失业钢铁工人的困境，令人痛心。没错，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补贴外国钢铁。没错，扶持其他国家的产业，却阻碍国内产业发展，这似乎很不公平。有了这种支持，我们就等于拱手让出了他们的尊严，让他们失业。是的，这不仅影响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也影响社区精神。你有没有听过钢铁工人的个人故事？我有，很多人工作了几十年，现在却感觉被抛弃了。太令人心碎了。他们辛勤工作，理应获得稳定和尊重。当然，我们应该倡导保护本地就业的政策。没错，这关乎投资我们自己的劳动力，而不仅仅是投资全球经济。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认为社区论坛可以帮助人们关注他们的困境。好主意，分享故事可以激励人们采取行动并给予支持。
我们还可以与当地组织合作，帮助失业工人。没错，提供培训和资源可以重建他们的信心。我非常希望看到教授新技能的研习班。是的，这可能会开辟其他就业途径。我们携手可以帮助恢复社区的尊严和希望。为了我们的钢铁工人和我们城镇的未来而战。第17课，寻找完美礼物。嘿，我正在为我的朋友寻找一份独特的礼物。听起来很棒。他们有什么兴趣爱好？他们热爱烹饪，喜欢尝试新食谱。太好了，我们应该找一些和烹饪相关的。好主意，有什么需要考虑的方面吗？来一套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香料怎么样？这真是个绝妙的选择，它会激发你创作出新的菜肴。是的，这为他们的烹饪之旅增添了一份个人特色。你觉得他们会喜欢烹饪课作为礼物吗？当然，那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会查一下当地有没有烹饪课程。好主意。有趣的厨房小工具怎么样？没错，任何能让烹饪更轻松或更有趣的东西都非常棒。你见过那种很巧妙的牛油果切片器吗？我买了，它们既实用又有趣。这是一份很有趣的礼物，谁不喜欢牛油果呢？没错，我甚至可以附赠1本牛油果食谱。听起来是个绝妙的组合。我需要注意不要在购物时过于冲动。这很容易做到，只要记住你的朋友就好。没错，祝您找到完美的礼物。干杯！开始寻找独一无二的礼物吧。我非常期待我们一起发现什么。